5岁出道，9岁被提名金球奖，是好莱坞备受瞩目的童星。然而盛名背后的荣耀也让他迷失自我，导致他10岁沾染上违禁药品，一步一步沦为艳星。他就是朱儿·巴利摩。那么从童星到艳星，他经历了什么？他如今又何去何从？这里是 Boogie 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演员朱儿·巴利摩的故事。1975年，巴利摩出生在美国有名的演艺世家巴利摩家族。凭借俊朗的外表，在20世纪红极一时的美国演员约翰·巴利摩则就是他的爷爷。但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族却逐渐落寞。他刚出生2个月后，父亲就一走了之，母亲一贫如洗，只能利用他的姓氏赚钱，把11个月大的他抱去拍了第1支广告。虽然稚嫩年幼，但巴利摩表现不俗。自那以后，他变成了圈内小有名气的童星。5岁时，他出演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变性博士》。随后，他被著名的导演史蒂芬·史皮伯看中，在《E.T. 外星人》中饰演被外星人亲吻的小女孩。遗传了家族美貌和表演天赋的他，也在当时被人们称为难得一见的天才演员。这部电影结束后，史皮伯便成为了他的教父，趁热打铁。4年后，他又出演了电影《势如破竹》和舞台，并凭借精湛且细节性十足的演技，一举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甚至因此，他被第40任美国总统隆纳·雷根接见。早早走向人生巅峰的巴利摩，也比同龄普通人更早尝到名利场的味道。然而父亲嗜酒成性，母亲也只当他是敛财工具。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巴利摩深受父母影响，并走上一条堕落之路。次年，他学会酗酒，并染上违禁药物。对此，母亲不但任其发展，还带他出入一些不符合他年龄的场所，比如带他去酒吧，抱着能勾搭更多金牌制作人的心态，看着他和一些大他20几岁的男人调情。在节目中，他更为大胆，身穿吊带，为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赖特曼大跳艳舞。当被记者问及这样的经历时，他表示没多大感受，一切都是母亲让他这么做。我只是一个10岁的女孩，却总是被长辈期待做出29岁的成熟姿态。被催熟的巴利摩像一朵过早盛放的玫瑰，虽然美丽，但总是透露着些许的病态。13岁，他成为疗养中心的常客，1年之内就进去了3、4次。另一边，他在影视作品中的扮相也越来越接近一丝不挂。尚未成年的他，甚至需要频频做出舔方向盘等类似勾引十足的动作。夜店、违禁药物、男人，普通小孩在蓝天白云下玩耍时，巴利摩却正在糜烂不堪的生活中消耗着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从可爱的小童星变成了人们眼中臭名昭著的艳星，就连他曾经的伯乐史皮伯也痛心疾首送他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把衣服穿回去。与此同时，负面报道犹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他说，在人们眼里，我就像一件坏掉的东西。不幸的是，我还能理解他们这么想。他恨周围的一切，也恨父母，但更恨扶不上墙的烂泥一般的自己。面对一切，这位童星不知所措，他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结束一切。于是他尝试了各种轻生的办法，但这样的疯狂行为却被母亲认为他不过是药物上瘾而已。因此他又再次被送进相关治疗机构。也许是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他在治疗的期间写下了一本自传《迷失的少女》，以此记录下自己迷失的童年以及糟糕的少年时光。结束治疗后，巴利摩很清楚，光是面对过去还不够，还要彻底和母亲脱离关系。于是他向法院申请离开前者的监护，独自生活。成长的过程必须由自己来完成。离开了母亲的巴利摩开始了独居的生活。他在咖啡店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他说，我什么都不擅长，我一生只做过2件事情，那就是表演和放纵自己。可这2件事情并不能帮我面对真实的世界。因此他像个普通青少年一样，通过打工的方法学习如何生存。可是成长的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在咖啡店曾经在大荧幕上绽放光彩的童星，成天拿着抹布被老板骂为蠢货。劳累了一天，当他再次回到公寓时，他也精疲力尽，时常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但每每思考过后的结果是肯定的。巴利摩认为，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再拥有名利荣耀，但多了一份普通女孩的踏实，而这也是他一直想要追求的生活。除了打工，他还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上完高中，于是他买了本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自学，以此丰富自己文学知识的同时，也探索自己喜欢的事物。他告诉自己，绝不能被现实打败，因此在那段期间，他就只做3件事情：打工、读书、打扫。被迫像大人一样成长的他，现在也渐渐慢下来，尽情享受慢生活。有时候一段时间的退出也意味着更大的进步。蛰伏了3年后，他再次回到演艺圈，但这个时候的巴利摩在大众以及圈内人士眼里，依然是那个混迹夜场、放纵自己的坏女孩。因此他最初需要饰演的人物也都占有一点情色，比如《玉海潮》中成熟性感的艾薇，又或者《致命女人香》中的性工作者莉莉拉罗提。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只要有演戏的机会，他都愿意接下。他说这些都是为自己不堪的过去买单，所以他会为此买单，也会通过这些积攒更多的经验。也许是努力总有回报，尝试从小角色一步步成长的他，渐渐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也在1993年被喜剧导演伍迪·艾伦看中，出演了音乐片《大家都说我爱你》。该片结束后，大众也再次被他的演技折服。自此，巴利摩向人们证明了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会与男人调情的性感花瓶。1999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影片公司，并亲自上阵制作了一部作品《一吻定江山》。影片大卖，成为当时最为卖座的电影之一。之后，他一边作为老板指点江山，一边继续参演不少佳作。而这其中，哈拉玛丽更是入围了全球10大爱情喜剧的名单，让她获得戏剧女王的称号。27岁时，她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年，她出演了电影《霹雳娇娃》，不但吸粉无数，也让海内外的观众知道了一个叫朱尔·巴利摩的美国喜剧演员。接着，他又出演了电影《灰色花园》。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在4个月内都没和人说话，而且每天都耐心忍受4个小时的妆容，任由化妆人员在他脸上贴17层鸡皮。努力总有回报，他正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睽违20年，他再次走进了金球奖的舞台，将衣服一件件穿了起来，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逆袭。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终于可以放肆大笑的巴利摩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美好人生。但这一路走来，除了为事业做出的努力，也有他无数的美好感情回忆。巴利摩结过3次婚，而且每一段都是闪婚。第一任丈夫是一家酒店老板，两人仅仅约会6周之后就结了婚。当时他年仅19岁，而男方比他大12岁。婚礼当天，男友随便找来一名牧师，从早上5点半开始帮他们主持婚礼。作为新娘的巴利摩则穿着战靴，身边的伴娘是一只斗牛犬。整个画面的荒诞程度都让人看不出两人即将是迎接幸福生活的新婚夫妻。就连这位女演员自己，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们的婚姻也确实如画面一般荒唐至极。19天后，两人离婚，结束这过家家式的婚姻。回归单身后，巴利摩因《霹雳娇娃》和同剧组演员汤姆·格林相识相聚，但这段感情维持的时间也很短暂，只有163天。据报道，其中丈夫和癌症做斗争时，都是妻子一路陪他走过来。但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挽回两个人的婚姻。第3任丈夫则是一名艺术顾问，他们结婚近4年，比巴利摩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要长。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在2016年离婚。由于相处的时间最长，他也最是珍惜这段感情。两人分开后，他一度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不出来。万幸的是，他身边一直都有朋友鼓励他，帮助他消化悲伤，相守美好时光。除去前3段婚姻，这中间他也和不少圈内男神交往，比如影帝爱德华·诺顿，恋情足足维持了4年之久。尽管他们最后分道扬镳，但分开后的两人都称对方曾是自己遇到过最优秀的人。不过感情经历丰富，在他人看来也并非是一件好事。有网友甚至将其称为滥情的表现，对此巴利摩并没有愤怒，
反而表示我是个坦诚的人，做过的所有事情我都会承认，包括感情，所以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已。如今经历了生活的洗礼，巴利摩的眉眼间脱去了桀骜和放荡，看上去尽是温柔和认真。他努力得来的结果，则是身价1.4亿美元和一年至少一部电影的生活节奏。除此之外，他依然相信爱情，嫁给了一位音乐人。尽管外界对两人的结合并不看好，但巴利摩已经学会不再受外界纷扰，和丈夫度过的所有时光都透露着一种文。巴利摩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甚至比他出演的作品还要精彩。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朱尔·巴利摩的故事。1975年2月22日，朱尔·巴利摩在美国加州出生，他的父亲约翰·巴利摩和母亲艾迪科都是演员。朱尔从出生就注定不凡，巴利摩家族在好莱坞名声显赫，从祖辈起就是著名的舞台剧演员。爷爷老约翰和奶奶多洛雷斯都是红极一时的实力派演员。他们家族还有另外2位赫赫有名的演员，埃塞尔·巴利摩和莱昂纳多·巴利摩。其中埃塞尔被誉为美国戏剧第一夫人，曾斩获第1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然而朱尔的父亲约翰却是个败家子和良心败坏的无耻之徒，他沉沦于违禁品无法自拔，在女儿朱尔刚出生2月就抛妻弃女，自己潇洒去了。朱尔后来在其撰写的自传里批判这个男人是个阴险的人，每次他出现在他们母女面前，就是为了虐待他们和开口要钱。老年的约翰·巴利摩想要与女儿朱尔和好，但是朱尔拒绝宽恕他的父亲。他去世时，朱尔也不肯去见他最后一面。不作为的父亲成为了朱尔心中无法治愈的童年。父亲甩手走人后，朱尔的母亲艾迪科成为了单亲妈妈。好在艾迪科很聪明，为了维持生计，他充分利用了巴利摩这个显赫的姓氏，将女儿带进了娱乐圈。朱尔11个月大就开始拍摄了广告，2岁时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剧中，5岁时他的演艺生涯实现了质的飞跃，拍摄了大荧幕作品《变形博士》。1981年，6岁的朱尔将会迎来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好莱坞著名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朱尔的教父。1981年，他筹拍科幻影片《外星人 E.T.》，朱尔去参加试镜，他只记得自己在片场弄坏了监视器，试镜时就尖叫了几声。这部经典的影片是很多影迷童年时期最爱看的电影，它也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圆梦作品。小时候的他就经常想象有一位外星人朋友陪伴自己。朱尔在片中扮演小男孩艾里奥特的妹妹格蒂。影片于1982年6月11日在美国公映，掀起了观影热潮，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出演该片的朱尔也成为了好莱坞令人瞩目的小明星。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每次出场都自带明星光环，各种场合都能游刃有余。1983年，朱尔出演了著名作家斯蒂芬金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凶火》。在片中扮演小主角，一位出生就自带异能的女孩可以用心智控制火。8岁的朱尔向观众展现了她精湛的演技，让她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对于同龄演员来说，这是难以企及的成绩。不仅是观众，就连斯蒂芬金都对这个小女孩爱得不得了。他以朱尔为原型写了剧本《猫眼看人》，还是由朱尔主演。该片于1985年4月份公映。然而过早的成名，过早的成熟，对于朱尔来说并非好事。很快他就付出了成名的代价。不拍戏的时间，朱尔混迹于好莱坞的各种派对。耳濡目染的他才9岁就开始喝酒抽烟，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形象，在狗仔的镜头前照样夹着一根烟。让朱尔的母亲艾迪科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朱尔的叛逆期不仅来得早，而且一发不可收拾。10岁那年，朱尔开始接触违禁品，朱尔步入了他最讨厌的人父亲约翰·巴利摩的后尘，他沉沦其中无法自拔。还好母亲艾迪科是清醒的，她已经见识了朱尔的父亲是怎样被毁掉事业和家庭的，
所以他绝对不允许女儿珠儿被违禁品毁掉。他将珠儿抓进了戒疗所去治疗，但是珠儿待了10几天就跑了。艾迪科只好请来私家侦探去抓他的女儿。然而第2次从戒疗所出来后不久，珠儿又吸上了，他还尝试伤害自己。艾迪科不得不再一次把女儿送回戒疗所。随后，珠儿又被母亲送进了与外界隔离的学校，在里面，珠儿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问题，她开始正视和反省自己的行为。16岁完成了重塑自我的珠儿归来，她写了自传《迷失少女》，作为与过去告别的方式。90年代是珠儿演艺事业的第2起点，她开始努力拍戏，电影《玉海潮》是她的转型作品。在荧幕上，性感美艳的珠儿让大家大开眼界，她告别了童星时代。随后，珠儿又挑战了犯罪片《赌命狂花》，结果再度提名金球奖。此外，她还出演了《致命女人香》《潇洒有晴天》《爱你情深》以及《永远的蝙蝠侠》。1994年，19岁的珠儿嫁给了洛杉矶一位经营酒吧的老板，但也有说法说这名男子并非酒吧老板，只是一名酒保。他叫杰米·托马斯，32岁，比珠儿大13岁。两人认识40多天就闪婚，结果刚结完婚，珠儿就后悔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周，珠儿就提出了离婚。尽管看男人的眼光不行，但是珠儿却拥有很好的经商头脑。他与好友南希·朱沃一起开了花儿影业，开始物色好的剧本，为他日后成为大片操盘手迈出了第一步。1996年12月份，珠儿先后有2部电影公映，分别是伍迪·艾伦执导的《人人都说我爱你》和惊悚片《惊声尖叫》。2部影片都获得了成功，珠儿再度引起了好莱坞制片人的注意。1999年，珠儿与好友成立的花儿影业投资了动画电影《驯鹿奥利弗》和浪漫喜剧《一吻定江山》。这2次成功的试水让珠儿找到了信心，接下来他将目光对准了商业大片。1999年，好莱坞著名制片人伦纳德·戈德堡找到了哥伦比亚公司，提出想要将剧版《查理的天使》搬上大荧幕翻拍成电影。哥伦比亚与他一拍即合，开始找来编剧创作剧本。剧版《查理的天使》于1976年到1981年期间在美国 ABC 电视台播出，讲述的是3个身手非凡的美女为一个名叫查理的老板工作，他们执行了一次又一次危险任务，每一次都能打败敌手，完成工作。珠儿·巴利摩在得知哥伦比亚公司欲翻拍该剧后，主动找到了哥伦比亚，表达了自己想要合作的想法。珠儿提出用自己的花儿影业参与投资，并且由他担任制片人和主演。之后，他如愿加盟该片，并积极参与到制作中去。他还找到了好友卡梅隆·迪亚茨，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为对方介绍这个项目。最终，迪亚茨也加入了该片。影版《查理的天使》也就是《霹雳娇娃》，于2000年1月3日开始拍摄，6月份杀青，11月份就登上了全球各大影院的大荧幕，票房收入超过了2.6亿美元，非常成功。这样的成功让珠儿信心大增。2002年，他与哥伦比亚公司又趁热打铁拍摄了续集，还邀请了隐退的戴米摩尔复出加盟。虽然续集的票房没有超过前作，但也超过2亿美元。其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011年珠儿又再度翻拍了《查理的天使》，他参与联合指导。这一次是与美国电视台 ABC 合作，但原定13集却因差评太多，只播了4集就被取消了。2001年，珠儿显然没有吸取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再度闪婚，与喜剧导演兼演员汤姆·格林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原因是珠儿得知汤姆·格林得了癌症，不管是不是同情对方，她都毅然决定的嫁给了他。可是5个月后，两人就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但是离婚后，他们都为对方说好话，表示两人还是朋友。2003年，珠儿与亚当·桑德勒2度合作，主演了爱情喜剧《初恋50次》。两人曾合作过《婚礼歌手》，在新片《初恋50次》中，他们的 CP 感爆棚，成功塑造了一部经典爱情片。2008年，珠儿的花儿影业再次参与投资，拍摄了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这也是一部经典作品。珠儿担任制作人和主角之一，
在拍摄时，朱儿与男演员贾斯汀·朗摩擦出了爱的火花。可惜这种剧组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人交往不到1年就分手了，但还是能继续做朋友。分手后还一起合作主演了电影《远距离爱情》。朱儿的事业之路还在继续，无论是投资制作还是担任演员，她都游刃有余。她挑项目的眼光不错，投资的作品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12年，她第3次步入婚姻的殿堂，与艺术顾问威尔科派尔曼结婚。婚后第3个月，她生下了第1个女儿，2年后又生下了第2个女儿。2016年，朱儿宣布与威尔离婚，2个女儿由她抚养。在上节目时，朱儿说她不排斥恋爱，但是她不想再结婚了。有女儿还有事业，既是优秀的演员，又是成功的制作人，独立自主的她不需要依赖婚姻。这2年除了拍电影和电视剧，她还制作了一档访谈节目，名叫《朱儿巴利摩脱口秀》，嘉宾是好莱坞的名流和明星。有一期节目，朱儿请来了霹雳娇娃的另外2位主演卡梅隆·迪亚斯和刘玉玲，3人一起回忆拍摄电影的美好时光。迪亚斯在谈到朱儿时说，我一直对你充满敬畏的一件事，就是你接受所有信息的能力，不只是你眼前的东西，还有人性和智慧中的细微差别。你读的书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多，你听了更多的音乐，看了更多的艺术，你还看了更多的电视和电影，你接受所有这些并规整它们。这就是当年那个叛逆少女能够逆风翻盘的原因。尽管朱儿巴利摩出生于显赫的家庭，但是她遇到了不靠谱的父亲。在她出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走红之前，她与母亲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成名之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她一度过着堕落混乱的生活。幸好母亲将她从地狱中拉回来了。觉醒之后的她投身于事业，努力学习，努力拍戏，终于成就了自己。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那样一段自我放逐的日子，才让她懂得了珍惜吧。这里是布吉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